Hello，大家好，好久没有跟大家直播见面了好像有1个月了那我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晚上2025年1月19号19日的星期天晚上的直播为什么今天晚上有个直播呢？第一个好久没见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念我们两个第二个呢，更加重要的是明天是什么重要的日子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新朋友、老朋友进来的话，也可以打个招呼特别是新朋友，可以告诉我们你住在哪里的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朋友现在是五湖四海，全世界都有的那以后我们看看去哪里旅游的时候哪里有朋友我们来这个参考一下那当然呢，还有一个这个我们互动点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大家，明天一个美国下一任总统上任的川普特朗普上任你觉得这个很重要，你一定要写一下这个你的意见，因为我们做一个市场调查，我们马上做一个市场调查，你觉得我们就看1个月好不好？1月20号上任这个到2月20号1个月内美股你觉得是涨还是跌到底是大涨还是小涨还是小跌还是大跌大家来这个写一下你的意见好不好？那写完之后呢，我们来这个跟今天晚上我们想讲的也有关系的那好了那今天还有一个今天其实是 Rich 准备的多一点的因为我们觉得现在是美股的一个关键时刻。对吧？对所以呢这个我们看美股的话我们有分工的，在 GMT 里面我们一定要钻，不钻的话就可能会看漏。那我们要对 GMT 的同学负责任，所以呢，他是钻美股，我是钻港股、中概股那我个人也是觉得这个港股和中概股今年会很难玩比较难玩，所以呢，在这个直播里面我就不讲了这个因为比较难玩的话这个我们在 GMT 里面当然有深入的选股布局啦，什么行业啦，什么板块啦，龙头行业啦，对吧？去年小米涨得不错，美团涨得不错就第3个中海油也涨得不错，我3个都有 OK 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做功课很重要。普遍来说的话大家就觉得哎呀港股啦中概股啦去年还算是有点赚，那今年呢我们是更加的谨慎，更加的要小心我们之前也讲过，特朗普上台之后对全世界非美国的股票市场来说债市汇率和那个港股中概股来说是不太乐观的不太乐观。这个意见我们去年的11月已经有公开过了所以呢不代表我这个不看好我看好的那些港股和中概股比如说最近的中芯国际涨了比 NVIDIA 还多，涨了比台积电还多，对吧？所以这个是跟我们这个中芯国际也是在去年的11月的时候我们另外一个导师Shirley 有给大家研究过的所以我们也是把握到这些机会，但是这些机会不是那么随便容易的，所以大家这个普遍来说在直播的普遍来说是比较谨慎一点，我们就今天就不讲中概股了，讲美股了如果有1000人他到了这个数量之后，他提问中概股那你又那可以这个到1000人的话大家问一个那美股就 Rich 来谈如果是中概股港股的话就我来看看我的意见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要听中概股港股的话一些意见的话那大家就这个把今天的视频非常有价值的直播分享到你的Facebook 啦 YouTube 啦TikTok 今天没有了TikTok 就不要 TikTok 了 OK 那所以分享出去我们人多一点所以到1000人的话大家可以问问题好吧，也是大家想听哪一个多一点 A 特朗普上台了应该要留意什么 B 我们看到底真正的大跌什么时候会不会来第3个是改善投资的意见给大家几秒钟时间 ABC 写一下，我也马上看一下这个之前的大家预测68%的观众朋友们他们都说未来1个月会涨OK 68%的网友说
这个未来1个月会涨，对吧？所以一会儿 Rich 会给大家看到为什么这个数字是这么重要一定要留着啦，因为你不留着你就大多数的网友一定要留着你有这个意见的话一定要留着，好吧 ？OK， 好，那我们看一下好像A、B、C 都有那你好看看像 A 也蛮多的。A 也蛮多的我们马上就来看一下特朗普上台要留意什么那现在特朗普上台最大的几个很明显的几个东西，就是第一个是加密货币他会他自己都有加密货币，对吧？他和 Elon Musk 和一帮加密货币的大佬他们本身的这帮官员已经是大量的买入了加密货币所以连我这种一向是这个完全是不认同加密货币的人，在去年的这个11月开始都说我自己没买我以后也不会买就是这个加密货币跟我无缘就是我钱赚够了，对吧？好清高我是不认同加密货币的，但是我觉得加密货币在整个一帮大佬背后有政府有特朗普搞的话这个价格还是会涨的所以这个是加密货币当然了中间也会很波动所以我们看到比特币到了10万了结果几天内跌到9万，现在又倒回10万了，对吧？很波动那这个我还是不认同加密货币的，就这样 OK。 第二个当然是关税关税也会使得美国这个通胀上去，也会使到利率这个收益率国债的收益率上去，这个对股票市场和美汇都会是一些这个比较谨慎的所以呢我个人刚才讲到整个国际市场的股票美股一会儿给Rich 给大家分析一下整个国际市场的港股啦、台股啦、日本股票啦、A 股啦都是以谨慎为主我们去年年底的最后一次直播也总结一下也讲过了今年我觉得这个整个股票没有去年那么容易玩大多数的人我感觉今年可能还会输钱所以今年呢这个不太乐观，真的要做很多的功课但是机会还是有的特别是如果是跌了之后正好是趁低买一些好的股票的机会所以我个人还是研究大量的中概股港股这些但是还是那一点普遍来说不是那么容易玩，普遍逆风用 Rich 的一个词来说是逆风在逆风里面还要找到强势股，还要赚钱的话要讲点这个功夫，讲点本事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B 吧这个也是蛮多人关注的在一开始讲到真正的大跌什么时候来的时候我还是想先回答一个问题这个也是很多观众会在我们上一个影片里面当中说到的你不是说跌吗？奇葩啪为什么最近还在涨美股你看星期五又涨了那确实最近的美股是有一个调整，那为什么我们还是会说或者是奇葩啪刚才也讲到它会比较谨慎那我自己呢也是最近也是看到一些信号，我也是相对来说会比较谨慎或者是会比较警惕的那当然我也会毫无保留的全部告诉你们为什么那总结来说呢一个重点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影片当中也有讲到我们也是要灵活的去应变而并不是我们一个观点从头到尾的去贯彻下去那其实呢其实我走之前我要申冤一下这个申冤一下首先我们拍的时候是星期一对不对对这个视频上去的时候是星期三，也跌了2天了对吧星期二星期一和星期二我们拍的时候美股还没有开，所以我们拍完之后美股的星期一美股的星期二都是跌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跌也不是一路跌下去的
从来不会反弹的，是不是啊？我们在影片里面教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在看影片的时候是在看自己脑袋想什么，还是在看我们讲什么。我们有讲一定要灵活，不能抱着既有的概念说，哎呀，你不是说了吗？正好的完美的示范了我们讲的，对不对？我们讲的就是不能够说你不是看好的吗？你不是看跌的吗？对不对？每天股票市场都在变，我们也说现在的世界是变得越来越快，所以我们要灵活的看数据啊。一会儿 Rich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有什么数据看到星期三和星期四、五有一些反弹啊。所以真正的这个留言啊，就是证实了我们讲的不能说你不是看跌的吗？为什么涨啦？对不对那所以大家想一想。星期三的时候有什么数据出来？考考大家，星期三的时候可以在很重要的，对不对？我们要看数据星期三有个这么重要的数据出来，你不看，就说星期一不是你说新人会跌的吗？星期一我们拍的时候说跌，那星期三有个很重要的数据出来，是不是考考大家有没有星期三的数据出来知不知道是哪一个这是第一个 ，OK。第二个是什么？星期三再考考大家，还有一件事情跟我们这个视频是有关的。我们这个视频里面说加州在烧大火，星期三的时候基本上是熄灭了，不再有大火了。那这个坏的 news 就到这里write off 了 cut off 了，对不对？之前不知道烧到什么时候，那投资者肯定会担心的非常好这个 John 非常好给这 John 一个鼓励大家在留言区给大家鼓励，对不对？ CPI 出来了CPI 出来了，虽然是继续上升了，但是人家之前的想象是更差的，对吧？人家之前跟我们想的一样，特朗普上来了，怎么样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 CPI 出来了，起码没有想象当中那么恐怖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债的收益率也下来一点了还有一个就加州大火基本上是熄灭了所以这两个都是好的事情。你不能说我们星期一拍的时候，哎呀，所以这为什么我和我的香港的这个同学这个网友千万拜托你要好好的学习，改变自己的思维，要不然的话你去买股票真的好危险好吧语重心长的告诉大家先学习因为你的散户为什么会输钱就是因为这个好多的概念没有搞清楚。 OK 好那还记得我们上个星期教大家的3招吗也是考考大家我们用哪3招来帮助我们判断到底怎么样避免一个大势的调整呢这个也是考考大家，看一下大家有没有记得或者是大家有没有看我们的影片这里来一个突发的考试那也是顺带着刚才七啪啪讲的那个话题其实呢在星期一的时候，我也是在那个我们 GMP 的社群当中。这里我还有个投票，再大家给个意见。以前有网友留言说，哎呀 ，Rich 讲的太深了，什么市宽了，这太深了，对不对？讲浅白一点好不好大家如果觉得浅白一点星期天晚上不要那么深的烧脑那也可以留个言那 Rich 你就讲浅白一点好吧？除非大家要求 Rich 这个我觉得还是星期天晚上浅白一点好了，就 back to you 轻松娱乐一下好，那简单概括呢，就是星期一本来我们 GMT 也没有一些内容会发出来的而在那个时候呢，我看到一些东西，然后呢想写一个帖文，但是内容太多了，所以我就发了一个影片那其实那个时候呢，我也讲到虽然那个时候市况正在经历一个中期的调整，而在短期之内，我们来看大盘的话其实在那个位置你可以看一下纳斯达克或者是中小型的罗素2000或者是 Dow Jones 他们都是到了一个支持区间所以呢虽然现在是处于一个中期的调整，但是呢我是说到短期之内大概率呢是会有一个反弹的而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也确实是有了一个反弹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点
那我尽量就是简单点给大家容易点明白，好不好那一些比较 hardcore 的一些可能比较内容比较深的我就留到 GMT，OK，或者是大家在 RT 学了，OK，学了之后就明白讲什么了 ，OK。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呢这个是一个 AAII 的会员的一个投票，关于对于市场的看法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在上个星期三应该说是在 CPI 公布之前市场的情绪我们可以看到 bullish 的信号bullish 的百分比非常的低，而 bearish 的看好的 bullish 看好的讲中文好看好的人有些人很少，看不懂看跌的人很多，而这个数量呢，甚至是要比在去年8月份如果大家记得8月份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日元的拆仓潮那个时候在夜盘的时候，股市已经下跌了很多，那个时候就连 Magnificent Seven 也下跌了10%而在上个星期三 CPI 公布之前，你可以看到散户的情绪其实是非常悲观的，甚至要比去年8月份的时候还要悲观。而你要记住的就是散户他大部分的时候呢他可能都是看错的所以在极度悲观的时候，也是一个转折的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因素所以呢，你也可以看到最近的一个星期大势有一个转折，有一个反弹但是大家要小心了所以要大家刚才做个投票，刚才是68% 的人是看好美股会涨的记着 Rich 讲的当然我们不知道大家来听七爸爸的直播的可能不是普罗大众的散户了，对吧？但是普罗大众的散户都是错的所以呢，我们也不知道今天晚上的看直播的人是不是看了我们多一点了，准确度高一点了，还是一般来说的人都会看错所以刚才是68%的人是比较乐观的那我们也要小心点，谨慎一点继续观察所以刚才那个投票是很重要，我们马上来做一个，对不对？OK， 所以还是我觉得现在人乐观，别人乐观，我们要谨慎，就这样。OK， 好，大家可以写一下今天的结论：别人乐观，我们要谨慎所以这里正好是 Rich 刚才说的这个应该是几天前别人悲观，我们要知道不用那么悲观虽然我们还是觉得整个趋势来说今年会难玩但是别人太悲观了，我们就不要那么悲观但是别人乐观了，我们要谨慎一点OK， 好，那我们回到正题刚才讲到我们要观察大势，是不是？那现在的大势又是怎么样呢？那确实在最近的几天它是有一个反弹，尤其是纳斯达克在星期五的时候反弹也是看上去那个百分比很强劲而如果我们再来看一下技术分析的话它确实有一个反弹但是其实很多个指数都已经反弹到了一个阻力的位置比如说左上角这个是 Nasdaq QQQ 然后左下角 Dow Jones 它是反弹到了50天线那个位置呢是有一个阻力的，而最弱势的那一个我认为今年如果你要参与的话这个市场你要特别谨慎的就是中小型的股票，罗素2000，你可以看到当纳斯达克反弹的时候还是蛮有力度的，而罗素2000它是最疲弱的你可以看到它反弹到了200多块这个阻力的区间这个下降的趋势线就顶住了那4个指数当中有3个现在还在一个阻力的位置附近S&P 它刚刚升破了这个下降的趋势线，但是你要记得一点就是这个市场上面是存在着假突破你不要看到它升破了这条线就已经以为它突破成功了所以这个还是要有所保留。而这些指数到了阻力的区间的时候我并不是说我不看好这些指数他们不会涨并不是这样的，而如果我们从一个概率来看的话呢在这个阶段我们看跌的这个概率会比看涨的概率要高一点那同样的，其实在1个星期前，在星期一我在 GMT 跟他们分享的时候也是讲到在这个指数到了支持区间的时候，那我并不是说这个指数不会跌，而是在那个位置的时候从概率学来看大概率是会涨的所以这个也是第一点，我想给大家看到现在
你不要以为啊指数有一个反弹啊，看上去好像很好啊，七爸爸你不是说啊这个会大跌的吗？啊，为什么现在涨了呀？啊，但其实我认为还是需要保持一个警惕的态度的。OK，那大家可以把今天的这个直播有没有收藏这个 YouTube 有没有收藏的功能因为大家刚才有投过票，68%的人是看涨的，对不对？我们就给他1个月的时间，1个月之后再来看一下，到底那68%的人是对的，还是 Rich 是对的 ？OK 那第二点第二招在那个影片里面教的第二招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还记得吗？对，第一招的人家都没讲没有讲，没有人看过有没有看过我们的有YouTube 星期4的那个 YouTube 没有看过，星期3的那个 YouTube 有没有看过也给我们一个回馈的意见，有没有看过我们这个星期3上个星期3上载的那个 YouTube Rich 是教了大家3招好像人家都没有，这里都没有人看过，他们只记得你说真正的大跌还没来只看标题OK 看了10次那总结一下 OK 好，那我看大家也是没有记得第二招是什么那没关系我这边再一次语重心长的给你们讲一次就是我们要观察的是领导股的反应 OK 好，领导股那我们来看一下上一波声浪当中的一些领导股。那首先呢是2个我认为是绝代双骄在上一波牛市当中是涨了几倍那 APP 的话甚至在去年一整年是涨了接近9倍10倍的非常强劲。第一个我们看一下 Palantir， 你可以看到在最近上面的那幅图是 Nasdaq那下面那幅图呢是 Palantir你可以看到过去它都是跑赢大市的，但是在最近大市调整的时候反弹的时候它却好像没有什么表现那当然这里呢我也是要讲一句很多散户都会犯的一个错误我希望在座的观众朋友们你们不要犯这个错误那就是他们很多时候看到一只股票在高位调整了之后他们就觉得哇这个股票好像现在很便宜之前涨了这么多好贵，现在回调了之后好便宜那是不是一个进场的好机会呢所以他们可能会在高位接棒然后买入了这些所谓的领导股就像是超市你在超市里面看到了一盒很便宜的特价龙虾然后你就觉得很划算殊不知可能那个龙虾已经快要过期了你要小心这一点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其实在过去这些都是大户或者是那些机构投资者非常看好的股票，所以他们才能够一直跑赢大市，一直涨好几倍。但是最近你可以看到的就是好像中文有一句话叫派货就是那些机构投资者在派发筹码，不断的在卖他们之前赚了好几倍了，他们现在在不断的在卖，对，那谁去接手呢？就是那个想买便宜龙虾的那个散户了那这个也是一个不怎么好的真相因为你可以看到最近这些股票它都没有跟上大势的涨幅，而是在跑弱的当然另外一个股票 ABP 也是一样的，你可以看到最近的纳斯达克它还有一点反弹，但是你看一下 APP 你可以看到它反弹是非常疲弱的，也代表着那些机构投资者是没有参与到这一次的涨幅，这一次的涨幅可能只是那些买龙虾的散户在参与所以第一这些代表着 AI 的Palantir APP 过去的领导股他们都表现得这么疲弱。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股票那在此之前7号板有没有补充？没有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股票同样也是一些拥有前瞻性的科技的Tesla 它用的是可能是自动驾驶，可能是 robotic 对不对？过去一直在热炒这些一些新的概念它也是有份的甚至那些 Trump Trade 那特朗普交易的一些所谓的好机会它之前也是受惠的。而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它的反应，
最近大势也在反弹，但是它好像它尝试突破，但是又好像星期五收市的时候它又好像又涨了一下然后跌回去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的表现也是一般般也没有买家是有这个conviction 这个定力就很有信心去进场所以你可以看到无论是刚才的 AI 或者是这些自动驾驶的板块的股票它都表现弱势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其实我觉得你那个龙虾的过期的龙虾的比喻，我更喜欢你那个第三招，就那只狗已经跑得太远了，对吧？所以特斯拉啦、APP 啦、Palantir 啦，已经是过度的跑赢了它的基本面了。基本面是主人这个基本面不错，但这个股价是过度的跑赢了所以这只狗要溜回来等主人了。所以现在是溜回来等主人的，是吧？这个我觉得这样来理解的话但是整个大势来说呢，我们还是因为这个刚才也讲过了，第二招就是这个领导股不好的时候，其实是机构在慢慢的派货这个背后是机构在派货，散户在接货，这是重点散户是输了多的，机构投资者是有实力把它炒上去。或者是等它高位的时候走人再炒下一波但下一波呢因为它要炒上去，如果已经很高位的话炒不上去了，对吧？那只狗不可能永远上去了，所以它一定会找下一个概念，下一个板块，下一个好的龙头股，下一个强势股所以呢我们要留意的特别是 Rich 这个技术分析，它是这个叫顺势派这个趋势投资者的顺势派的，他就要找当看到信号，机构投资者的资金再到哪一个很有可能是一个新的，而不是这个旧的炒了这么久了，对吧？这个已经炒了，这个龙虾已经放在这个市场里面3个月了，3个月的龙虾已经是过时了，他们肯定是要找下一个可能是螃蟹了，不是龙虾了所以我们现在改口味了，不能吃龙虾了，龙虾已经3个月了过季节了OK 这样的来理解的话，大家可能会容易一点所以感谢大家的那个意见，说Rich 讲的是不是宽了，怎么听不明白了龙虾听得明白了吧？我不知道大家听龙虾是不是感觉更加好一点生动一点，肚子饿了没有？螃蟹啦，不要吃龙虾，吃螃蟹了 OK 好，下一个。那下一个呢我相信这个也是蛮多人关注的然后尤其是台湾的非常关注的 Tesla Nvidia 和台积电好，我们看一下这两只股票它都出现了一些非常突兀的走势，并且呢在最近它是突破失败的左边会不会是资金跑去炒中芯国际了有可能很有可能华虹半导体而我们就这样来看这两只股票，这两只股票也是在市场上面是占有一定份额，也是蛮重要的股票你可以看到卖不出的龙虾现在中芯国际是小螃蟹OK 这个比喻很好而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个是 Nvidia 在你可以看到它在年初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穿头破脚 bearish engulfing 然后它你可以看一下，尤其是它最太深了，什么穿头破脚，臭味道就臭味道就可以了。我们看一下它最近这一个星期的反弹是非常非常疲弱的它甚至是跑出大势的。那只龙虾已经死掉了，所以没有反弹力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台积电台积电呢，在星期四的时候，它出了一个业绩报告是蛮好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突破，而马上有一个抛售所以这么好的业绩，还只是这样的反弹一下就跌下来是不太好，对，不太好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投资者也是对这两家公司是比较保守的那更不用说是整个行业除了这个中芯国际之外这个不要说，这个螃蟹不要说这个半导体的行业如果各位同学各位观众朋友们有记得的话，其实在半年前的直播我已经有讲到半导体的行业不要碰，它已经是开始表现弱势，
我们要寻找的是其他的机会啊，就像是这个是半年前的那个臭龙虾啊，跟他们说不要找那些龙虾了啊，要找新鲜的可能是螃蟹那个时候的螃蟹而你也可以看到最近的半导体行业大势已经在屡创新高，最近才有调整的。而半导体的行业，它甚至没有升穿之前7月份的那个高位，所以这个龙虾已经臭了大半年了并且你可以看到最近的反弹也是非常疲弱好，所以呢，就回到了那个一开始的那个点，如果现在是一个牛市。如果现在应该是一个顺风的话就像过去的2个月10月份去年10月份、11月份那个时候是很乐观的你好像随便买一个股票2-3个星期就能涨20%、30%，好像很轻松。而如果现在的市况跟去年一样的话，那为什么这些板块、这些拥有前瞻性的科技，他们最近的表现都这么弱势呢？当中包括了 AI 半导体。还有一个我刚才没讲到的量子计算这个是一个概念黄仁勋一句话那些 IONQ QUBT 这些概念股全部跌了30%，跌了40%，非常夸张的下跌然后还有自动驾驶有 Tesla 是其中一个股票，其中一个领导股，包括机器人行业的股票。为什么这些板块他们最近的表现都这么疲弱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在我的脑海里面我并不是说现在要做一个所谓的末日博士看悲看得很悲而我想说的是，我看到的这些观点，我现在是需要保持一个警惕的态度，而并不是盲目的去乐观。就是还是你那句话，现在是逆风对吧？对，顺风的时候猪也飞起来了，逆风的时候就比较难了。刚才看到有个同学说到最近的股市确实很难那这个也是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你不是一个人那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最近资金不到这些板块里面了他们是你的螃蟹在哪里？你最近吃的螃蟹？新的螃蟹在哪里？想不想知道 Rich 吃的螃蟹他最近吃了2个螃蟹，吃的味道还不错，对不对给大家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页。Rich 可以独立了那资金呢最近是跑到了一些要不要把我移开？Rich 一个人独立做下去了没有有时候听了比较深，还是要吃一下龙虾的，比较简单一点没有，可以继续。OK， 我们可以看到资金最近是进入到了一些防守性的板块。那什么是防守性的板块呢？就是可能不太受经济的周期所影响的，或者是它是受通胀就也不受通胀影响的所以在经济比较差的时候可能这些资金会放到这些板块里面因为机构投资者他的资金很庞大，就算经济很差的话他们也是需要去考虑他们的资金放在什么板块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不会那么进取的去进攻，去放在科技股那他们就会放在一些防守性的板块比如说左边这个是石油的 ETF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一个星期是远远的跑赢科技股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右边的是一个公用股的 ETF， 那你也可以看到在最近突破甚至是突破了历史新高所以你也可以看到最近的资金呢是有一些口味的改变了，他们不再喜欢龙虾，而是喜欢了一个螃蟹而这个螃蟹呢就是石油和公用股这些防守性的板块。那当然另外一点呢也是要注意一下的，就是债息会不会之后有一个反弹。那其实呢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债息的高峰期是谈到了 4.8%， 而自从公布了 CPI 之后，市场呢是好像松了一口气然后你可以看到债息是有一个回落的但是呢现阶段我们还没有办法能够判断它是不是一个转势，所以呢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就算回落还比以前要高很多，对，只是跟最高的那个已经涨得这么高了肯定会有一个正常的合理的回调对所以这个只能说是涨过头了这个再
再超卖了，这个狗跑远了，这个狗或者是这个债券给超卖了，有一个反弹，技术性的反弹，所以这个我们要密切的留意这个国债的收益率啊，国债收益率高的话，那对股票市场也不好，对中概股也不好啊，跟美股也当然不好，尤其是科技股啊，所以你刚才看到为什么最近的科技股它都好像表现的比较疲弱，这个也是一个可能的因素之一。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注意的啊。好，现在呢就讲到了我吃了什么螃蟹啊，那这里也并不是给大家一个号码，现在你们可以去买这些股票了啊，并不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也说过啊，最近的股市是非常难去操作的，你如果只是盲目的看到了 Rich， 看到了这个号码啊，然后在之后开市的时候盲目的去买入啊，那你很有可能啊，不是很有可能的，你一定会输钱，因为你没有做功课，你只是一个 copycat 啊。那我们讲到最近呢，我们观察到什么新的强势股呢？啊，这个也是用到了我的技术分析课程当中有教到的一些内容啊。那我最近是看到了一个比较强势的板块，那这两个股票呢，分别都是 AI 电力设备股。那第一个呢，其实是 GEV， 那 GEV 呢其实在过去在这里涨的时候，我也有买到啊。如果你有看过之前的直播，你可能也会看到我也有买到，然后我也有那个就在去年多少月？9月份的时候，对，8月底9月份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你这个 mouse， 你这个看不到的，所以你这里画没用的。OK， 他在画，好像你们看到啊，其实没关系啊，就反正我去年买了啊，而低位9月份，而在高位的时候套现了，然后最近它有一个信号出现了之后，我又再一次重新买入。那目前有一个蛮不错的回报啊，你可以看到在市场逆风的时候，我也还有一个相对不错的回报啊。那这是第一点我看到的一个螃蟹啊。那第二个螃蟹呢这个股票也在之前，如果你有听过我们的一些 YouTube 的视频，讲到核电相关的概念的影片你也会听过的，就是 CAG 那这个也是在最近我看到的一些新的机会那你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就是市场上面最强势的那个股票了大势还在一个调整的时候，它是能够逆势上涨的包括刚才 GEV 它也是逆势上涨，然后破新高的所以这些股票我也是看到了一些信号之后呢在上个星期一的 GMT 的那个上个星期的那个技术分析更新的那个视频当中在 GMT 我也分享到一些机会当中我也把握到了CG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就算现在的股市真的很难也是有一些机会在这里面的其他朋友有没有补充？有现在是赚钱难了，不光是股票赚钱难了楼市赚钱，香港楼市以前闭上眼睛买楼也能赚钱，现在不行了，现在是闭上眼睛的一定输钱的那其实做生意也是越来越难了，特别是今年特朗普上任之后全球受着关税的影响，对吧？全球做生意都难了那美国就不知道了美国可能这个经济现在整体看经济还可以，但是我们刚才看到这个也有一些数据看到经济也在有隐忧在里面那但全世界我们大多数人刚才也看到，大多数人不是在美国的那这个可能赚钱更难了，对吧？所以哪里赚钱都难所以要花多点心思，对吧？这个我的思考模式就是赚钱难了，所以要花多点心思，先要学习好了之后，还有这个做多点功课向成功人士学习，就这样OK 那当然我还有一个补充虽然现在呢是未来是很多的 uncertainty 充满未知，但同时呢我也认为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为什么呢就像刚才讲到的，那些狗跑得太远了它不可能再继续涨下去。对，那如果这些狗它跑回来了股市有一个调整了而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去寻找下一个10倍股或者是下一个强势股所以在这段时间虽然很多的未知，但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去寻找
下一个螃蟹啊。对，所以今年如果大家什么都不记得，只记得2样东西的话，第一个就是你不能抱有一个看法不变，要灵活，要灵活。因为特朗普上去了有一句话 ，The only certainty is uncertainty， 对吧？唯一一个明朗的就是不明朗，他老人家整天会改的。而且这个口出惊人语出惊人的明天要格陵兰打格陵兰了，后天要什么了，对不对？他可以乱说的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一部分了，对吧？但是他又会说，哎呀，又改变了对吧？TikTok 可能他上去之后说不收回来现在又说收这个很多时候它的改变会使到股价有波动。股价有波动，那 Rich 的技术分析就很好了你要在波动的前面进去的话，就能吃螃蟹了在波动的后面进去的话，就被人家吃掉了，你就是那个螃蟹了。OK 所以这个我们今年特别是这还是那一点，今年真的要好好的学Rich 你那一套东西了，对吧？你好像有个好消息给大家对要不要好消息？那我来说一下吧。其实呢，我的那个课程已经是制作完成了你可以看到，这21天里面有很多的课程，并且也是有很多是我自己额外制作的一个课程通通免费的送给你们当然，额外的课程免费送给你正常的课程要付费，对吧？但是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其实它这个是用了半年，去年我们7月份推出的时候。当天晚上说推出的时候你好像还没有录制第一课已经有好多的粉丝，相信你那天晚上已经好多人报名了结果呢，我以为他21天就21天做完了，结果他是做了半年那现在是做完了，而且也是根据大家的一些好多的都是有好评，很多的好评所以呢我们也有信心所以第一个还是有这个半价的优惠这个新推出的但是这个半价优惠应该很快就会结束了可能会在农历新年左右就结束了，对吧？所以大家赶快要这个把握第二个更好的消息你来说那我们之前的课程呢就叫做Rich 的技术分析，对吧？那现在呢我们就改了一个好名字当然这个也是来问一下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怎么样？就是我们把这个名字呢改成了4个字中文名字呢叫做银饰技术。你们看到这4个字银饰技术，给我们一点意见，你会联想到什么给我们一个市场调查好不好？这个名字你觉得怎么样那 Rich 你讲讲看，为什么你会想到这4个名字？这是你想出来的？那其实呢有几个意思那第一个意思呢，其实散户最想做的是什么就是跑赢大势，对不对？那我们不但要跑赢大势，还要跑赢那些趋势所以叫银饰那第二个点呢，就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谐音梗就是如果你用广东话来说贏晒那其實它有一個諧音，就是贏晒win all 那這個就是我改了這個名字的一個意思不知道各位觀眾朋友們，你們覺得怎麼樣 ？OK 好了，給大家一個好消息吧。OK 如果大家還沒有報名的話給大家一個好消息。那第二個好消息呢，就是我覺得2025年你要問我哪一個行業好，哪些東西值得投資的我認為只有一個這個東西呢，並且是一個穩賺不賠零風險的就是這個技術分析課程。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會有一個保證，就是如果這個課程你買了之後你覺得不適合你的話，你只需要在報名之後的3天之內通知我們這個電郵，我們就會全額退款哇，這個是很 crazy 對我們退款我們有手續費的，手續費也是我們扛的，就是我們對自己這麼有信心我們對 Rich 的課程這麼有信心，對吧？所以而且你要退款的話，頭3天你學到的東西是你的，而且我們還有大禮包，送給你的禮包也是你的
你是零风险无风险的crazy 你不报名才是 crazy 了，对不对？你不报名你不知道你 miss 了什么东西，在股票市场里面输钱，这是不是 crazy？ 所以我们很 crazy 的给你这个疯狂的这个零风险的体验你不报名你是更 crazy 了，OK 更疯狂了，好吧 ？OK 今天不够1000人哦，有人问和尚呀，不够1000人了，不用回答了 ，OK。那今天还有什么？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大家看看现场观众Dodge 可以看看吗？可以看看，你就看看好了，对吧？想到就会 win 不错，OK。原来的名字也挺好的，就挺好的致富股票技术分析好像挺长了，技术致富股票技术分析。感谢这个同学的一个支持看完这个课程也是蛮花心思的，因为这个课程也是蛮多的港股我觉得很好但是很难玩很难玩。港股是这个高级程度大学生玩的美股是小学生玩的，对不对？那些人说，哎呀，港股死掉了，炒美股就赚钱了，因为小学生容易玩嘛，港股是大学生才能玩嘛，对不对 ？OK sense time 今天不够1000人了，我不讲我的意思了。中芯国际可以买入吗？不够1000人了 ，OK 电力股前景怎么样？刚才就那几只螃蟹吧有讲过但具体的可能要在 GMT 才能有更多的时间去讲。right， 最重要不够1000人了，我们这么好的，今天 Rich 给了这么多的价值，哎呀，这个人不多这个有点可惜了对吧 ？OK， 好，那今天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也这里给大家拜个早年恭喜发财，OK 零风险，快点报名啦，拜拜。